Hello， 大家好，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相处当中遇到的3个问题，最近发生的几个问题。也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俩家，也不是我们俩家吧，就是我们各自父母的问题。就是我其实有跟我的妈妈出过柜，然后有跟她讲过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在对于这个问题，她其实并不是很能接受，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她其实是更希望我这个人是很快乐，然后很积极的面对生活的，但是她只是觉得我还年纪小，还只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解，所以说让我希望我还能去改正。但是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是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发生了就是一生的改变，其实很难去转变自己的这个取向什么的。可以喝中药啊，不是最近网上有个人他一直在成都说，哦，我喝中药现在变成了直男。那我还真的在喝中药了，我也带中药了。对，是的。然后其实就是他家的问题，就是其实他是之前很早就有出过柜，有讲过这个问题，我已经可能有2到3年了吧。但是他爸妈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提起过这个问题，就是还是属于那种咱们保密，就是不提嘛，不提就相当于没发生过，就是不否认也不认可。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其次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就是遇到蛮恶意的一个评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可能是刚开始，我们本来想的是分享我们的恋爱日常或者说生活日常，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快乐，或者说一些旅游或者说徒步啊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嘛。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才起的账号，然后就导致大数据不够稳定，推给了一些就是不能接受或者说不能善待我们的这些人这一部分人群，然后就导致我们第一个某平台上的账号被恶意封禁掉了，就是因为那一条求婚视频。其实，但讲实话，那条视频确实是我精心准备的，他确实当时不知道，对吧？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有录像的这个事情。我之前以为录像还就是因为是录我们当时接的一个是内的广子，然后我们去拍那个广子，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多机位，然后结果我就没有毫无准备的时候，他就拿出来了那个。其实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laugh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条视频就是没有想到它会反响那么大，影响那么大。当时好像是有30多万的浏览量，对，只是一个平台上面，而且就是其实对于发布的我们来说3天吧，对，不到3天好像。对于我们来说，一天10多万的浏览量确实是，蛮恐怖，也蛮惊喜的，对吧？对，其实我当时有很多次，就是有跟他哭着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评论什么的，对就是很多他们恶评，真的很难听骂的。但是我当时跟他讲的就是说，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很感谢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喜欢我们的粉丝都在评论区帮我们反驳或者说驳击回去了，对不对？那因为这个事情呢，这条视频的影响导致我们在某书上面的第一个账号被封了，然后接着呢，他就是有这是点生气，第三个问题，对，就是第三个问题，引申到了第三个问题其实是我真的很不舒服的一个问题，也不愿意提起的问题，就是就是我个人账号之后就做成了我们俩的账号，然后去发布了我们一些生活方面的视频，就是第一个账号上面的视频搬到了他的个人账号上面，结果这个视频被我的然后同事刷到了，然后其实还是那条求婚视频，反响太大，然后就是被他单位的某些爱背后嚼舌根的那些就是同事刷到了之后，然后那些同事就开始到处传播，然后就传播它还不够，他还要往上就是举报他们觉得我们这种视频是违反社会公德的，就当时违反真的是这么道德伦理说的，然后真的很无语。因为这件事情被谈话了好几次，我也有跟晨晨讲。对，所以其实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总是说我不够坚强，还对说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够，就想不开，总是哭唧唧。但是其实，我并就是我是想说，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会更多的去，想，就是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不能接受我们这个群体，或者是不能让众多人去理解的阴暗面。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既然大家不能接受，那我们就没必要逼着别人去接受，或者是没必要去，让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我们。我们只需要去。好了，停了，不要说这些了。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第一次被谈话之后，他给我说，大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视频，大领导是跟他说的嘛，我们的视频首先没有涉及到他的工作，也没有用他的职业性质去博取别人的，就是浏览，你懂吗？就是没有露任何工作场景，也没有露任何工作内容。然后他们大领导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干涉别人的私生活，恋爱自由是应该要给到别人的，就是给到大家的。然后我因为这句话，因为当时他被谈话了嘛，所以账号就是从他的个人账号转接到我这边，我来继续经营他的账号了。然后我得到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想应该也没有什么事儿了，我就又把那个视频又放出来了。结果放出来没多久，他就在前几天又被叫去谈话了，你懂吗？就是我以为是没什么事儿了，作为一个正常的分享，就继续给大家看了，对吧？结果他前几天被谈去讲话之后呢，大领导依旧没有什么话说，对吧？就是那些就相当于是人事一样的那些领导，人事部门的领导会去闲着没事干儿，会去用什么就工资啊，反正就是用一些东西去压迫你，逼迫你，压迫我去不能使用这个账号，说是也不能去发这种内容，说违反了什么社会公德之类的东西，就是你违反了你的职业操守，对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平台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平台我们可能不会
再发布。近段一段时间，或者是可能几年吧，或者是在长期，我们会跟大家说再见。但是我们在这个平台还是会继续去发布我们的日常一些，然后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出去旅游一下，然后我们也会去分享一下我们途中的美景，然后包括我们的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计划，然后分享一些攻略什么的，其实就是他去跟我回新疆啦，然后大家给大家带来我们新疆的计划之旅，真的很害怕呀，敬请期待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就 follow 我们吧，谢谢。